接着和小陈来，这里是徐汇滨江是吧？来看一下这里啊，这里其实是这个黄浦江的一个转角，我在地铁上看。对，在地图上刚看到，大家来看一下，啊，那边就是南北高架延伸的卢浦大桥连接浦东跟浦西的。我记得那里的边上应该就有一个美术馆西岸，是不是？这里其实就是西岸啊，对，这里是西岸，那边是梅赛德斯奔驰中心。我也去过，我也去过。你不是喜欢逛博物馆吗？对，我喜欢逛美术馆啊。以前尤其是疫情开始到疫情这个之后，那个几年，我们是每周都会去看展。是吧？啊，就是像西岸啊、龙美术馆啊，这些都是常客了。还有一个摄影展，我也经常去的。因为我艺术造诣没有那么深，我只能看一点历史的。我们也是慢慢看嘛，慢慢去学，去了解那些西方的美术史，然后这还有一些现当代的展也特别好。那么这里呢，你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对吧？我们就来是的，给观众看一下，也是上海的一个精华，又是新建的，近10年新建的一个地段吧。我觉得第一点啊，就是它没有所谓的一直说上海是金融中心嘛，它没有很强的金融属性在这里。你可以看这一条路上基本没有商店。没有任何需要你花钱的地方，对，只要走路就行。对，你就在这走，然后你能看到很多像遛狗的，前面有遛狗的，然后有跑步的，大家就是你可以理解为我在这是享受生活的。对，如果这里是沙滩的话，那就有点像多伦多啊，或者那样的一些城市了。我去的时候就是这样。是这样，如果是沙滩，那就估计要收费了。在上海是吧？对啊，跟大家讲啊，现在是2025年的12月22日啊，现在室外温度是12度，但是我觉得寒风还是蛮冷的。是的，所以你看，我就把我的头发给戴上了。因为你在江边肯定会更冷一点嘛。好的，这里你很熟吗？对，我经常会来，因为最开始最开始失业的时候啊，就从大厂出来的时候，我想自己享受嘛，过自己的人生嘛，然后就每天会拿一本书，然后到前面会有一个能够让你静下心来看书的。那你肯定不是12月失业的。你说的很对，我是5月份失业的吧？那个时候天还没热，然后也不冷，对，也不冷，就很适合在这里边走，然后边看看书，对，真的是很舒服。而且这里你看人比较少，比外滩的类似的步道呢又没有那么密，对吧？对。但是江景啊还是很好看。然后当时我们3年大健康的时候最开始解封的其实是这块地方。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那块地方就一下子突然大家都带着自己露营的帐篷到这里来搭帐篷了。只要你看到有草坪的地方，你看边上只要有草坪的地方，一定支这个帐篷。当时是不是草长得很长啊？是啊。因为我记得我刚解封去了那个 IPAM 那个淮海路的苹果店，苹果店的门口。这个草长得很长，长得大概有1米高，吓死我了！人家都说了，坟头草都3尺高了，对吧？对，然后那个时候，大概就过了1周的时间，就拦起来了，就不让你在这儿搭帐篷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像话了。对，就是还是太向往自由了吧？这是一个什么建筑啊？中间这是一个塔，应该是针对这个码头的吧？我也不是很清楚。有一点像上海市花的这种感觉。白玉兰是吧？你看今天云也很漂亮。对啊。现在是，对，刚才忘了播报时间啊，现在是4点40分。上海呢，现在落日比较早，对吧？大概冬天嘛，5点多左右。5点多，然后基本上6点天已经全黑了。所以我们走着，说不定待会儿就是 Golden Hour 啊。我们来看看，前面是有码头，对吧？对，但这个你看啊，这个天其实这2天很少见的。因为这2天能见度普遍不高，然后空气污染也比较重一些。昨天晚上下雨了，所以空气稍微好一点。对，前2天出门你不戴口罩，基本上回去就一鼻子灰。对，我往那儿走，我们也是感觉空气不太好，灰蒙蒙。上一阵子好像还有PM2.5到了400多、500多的是吧？对的。这2天我看是100多，我跑了1天步，就第2天就不敢出去了。哎呀，我跟你讲，我刚去最开始的时候，我不是去的清迈嘛？这些，你说我去的清迈，然后我一直有过敏性的鼻炎每年换季的时候都会发。然后过敏性鼻炎是什么？我给大家网友科普一下就一到空气质量不好，或者换季，或者周围有敏感源的时候，你就会流鼻血也不是那种就是喷血的那种就是你拿餐巾纸去涂一下的时候，你会发现有血出来。然后我去清迈的第2天就好了。我当时打喷嚏多呢，过敏性鼻炎。打喷嚏也是过敏性鼻炎，它是慢性的嘛。然后去吉隆坡的时候呢，也好的。
回国内的时候，因为我是转机嘛，我是到海口转机的，海口转机那天也没问题。到了上海，其实我在国内就待了5个小时，又开始流鼻血了。哎呀！所以你看啊，我们要你啊，就是要趁着这个时候呢，要尽早出去。等到以后呢，你去了吉隆坡，你的鼻炎也好不了了，那时候就来不及了呗。终身携带了是吧？哎呀，真的是。所以你看拍 vlog， 我觉得这也挺好的。我们这个讲话呀、取景啊都很自然。对，是的。讲话也很自然啊，对着相机多少有一点在端着哈。是的。这个讲话就是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对吧？对。谁让我们俩口才这么好呢？哇，这里是一个桥哎，桥上还有车。这个桥是这样，就是它到了日落的点啊，这个桥它就会亮灯啊。然后最近灯改了，以前是那种七彩灯，现在就改成白灯了。白灯我就少点味儿感觉，但是还是蛮漂亮的。对，你看这个中间的桥上的孔洞啊，看出去就是黄浦江啊，上海的母亲河啊，这个江景。黄浦江呢是连着长江的，另外一个出口呢就是到东海。对。这里的房价贵不贵？这里都是豪宅。对，因为是江景嘛，对吧？也是新开的、开阔的。这里基本上，如果你是沿江的，能够看到江景的，基本都是在15以上吧，15单平15以上。是这个现在的价格吗？巅峰价格吧。现在没了解过，因为跟我不是一个圈层的，我不太会了解这种豪宅的价格。这条路也有意思啊！你看自行车、行人啊，对，助动车都可以走。对。哎呀，我之前看到这个路口啊，一会儿可以给观众们拍一下。你看那么多自行车跟电瓶车下去，对吧？其实这个路口下去呢，它只能右转的。但是很多人其实过这座桥的目的是为了到前面去啊，然后他们就会在这里下去的。你看很多电瓶车现在已经往那边转了嘛。我反正碰到过很多次，有几个 police。就站在那个地方，因为他知道你下去一定要往那儿走然后就是瓮中捉鳖，瓮中捉鳖，守株待兔，反正就大丰收吧。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智慧吧。怎么样？这个 YouTube 做了多少时间了 ？YouTube 现在3周吧，3周的时间。哎呀，不错呀！你这个是 jump start， 这个又特别快啊。没有，就也感谢，很羡慕你啊。需要感谢你，然后也感谢很多大马的粉丝，他们很支持我嘛。这里就有很多遛狗的人对，这条路反正狗狗也很喜欢，人也很喜欢对啊，还有狗也可以走。你看像那个棚下面基本上很多人会来这里练音乐。就有的人会在这吹萨克斯啊，吹小号啊，反正我碰到过很多次。可能现在天冷了，就人家不来了。但是只要是春夏秋，他们很多人会来这儿。有的时候甚至碰到同行，你吹萨克斯，我吹口琴，就能组个小乐队那种感觉。哇，这好有那个画面感啊！就是说，这个喜欢音乐的人在一起，对吧？对，我觉得音乐其实跟我们做这个 YouTuber 很像啊，它是能引起人共鸣的。对就能找到跟你价值观相符啊，或者同圈层的人。而且你也不知道哪个曲子能火，是吧？对，是的。你有没有觉得这里跟你印象中那种高楼林立的上海不一样？是的，对吧？就像一个什么海滨城市的那种感觉。对，也没有像什么外滩啊，包括外滩对面的滨江人那么多。然后显得有点拥挤，这里就是很开阔，对，然后也没有很多高楼，你想拍什么样都能拍出来。难得的人少，对吧？对，地开阔，景又很好。对，其实这里蛮多年了，我以前去博物馆的时候，这里也是人不那么多，但是已经是造得很好。对。对面其实也是很，那一块应该是。那块是前滩吧？对，有很多新的这个办公楼都在那里了。前滩那边就是一个高端商圈吧，可以这么理解。对。哎呀，前2天不是天气不好嘛，但是我又想去拍点外景，因为做视频需要嘛。我就跑到了那个徐家汇那个天桥上。我相信很多
我频道的观众他肯定也看过我那个视频，就是在天桥上拍出去的。就是因为天太差了，就感觉加了一层滤镜。就我想跟观众说一下，我没有加过任何滤镜啊，就是当时空气不太好，阴间滤镜。对，就感觉那种泛黄了。我发给我朋友看，他就跟我说：“哎呀，你这个有点像我们小时候看的那个奥特曼里面怪兽要来了，然后之前天就是这样的。”我说：“那我改天再去录一个清楚一点的吧。”今天还行。对，今天蛮好，今天反正朵朵云都看得很清楚。就是温度再高一点就会更好一点。对。其实上海最舒服的还是春秋2个季节，很短暂的1个月之内的时间。对，2个季节加起来可能也就1个半月。对，通常就几周就骤降10度。对，要么就是满减，对吧？你看这个这个云真的是很漂亮。我去广西，然后在南宁那里还看到有人就直接跳到河里游到对岸去，现在还有人在游的。这里一般不会，就是这里如果你跳下去，人家普遍觉得你是去自杀，而不是干嘛。然后其实再往前走，它这条路特别长，差不多得有10几公里吧。就是如果到那边的话，对，因为你现在看到，其实你现在看不到了嘛，它转角过去还有。然后你看到那个最前面那个桥了吗？那个斜拉索的那个大桥，是那个是徐浦大桥。然后到那块还有。所以它是很远的，但是到那边了之后呢，就是一些旧的厂区，当然现在也改造成了那种新兴的那种建筑，就像开那种艺术展开那种，我之前还去看过一个环保展，就是他告诉人，我比如说我咖啡渣可以用来干嘛干嘛，或者说废水可以用来干嘛干嘛。都有步道吗？对，都有步道，当中可能有一小段会被拦掉，你从外面绕一圈就回来了，可能也就100-200米吧。这个走路也是非常好。对。我就特别喜欢在这儿走，就是你在这儿走，你啥都不干，你就感觉心情也很愉悦。是的。那边是陆家嘴远远的画面中间就有这个上海浦东陆家嘴的3件套。对。最高的是上海中心嘛。想想心事也挺好的。你有什么心事说出来让大家分享一下？心事干嘛要说出来跟大家分享？这是上海比较美好的地方美好的一面带给大家。是的，但其实如果你到了那些高楼下面，就会有一些所谓的压迫感吧，就是那种班味很重。对，愁眉苦脸的人。对，因为我也想分享一个小故事我之前不是在漕河泾上班嘛，我也在那个某大厂然后有一次呢，周5的晚上，我的太太跟我小孩一起等我下班因为我们可能要住到远一点的地方去过一个周末然后他们在那儿等了我大概1个多小时，因为临时加班嘛也很正常然后下来第一句话，我太太没有问我你为什么那么久，她就问我，哎，你们这儿怎么，我就感觉有点怪然后我就说是不是班味太重了？因为其实漕河泾那一块全是大厂然后全是那些所谓游戏公司也好大公司也好然后他就觉得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然后我就跟他说了2个方面嘛，一个是你的基础设施你看到的都是那种高楼林立的压迫感很强的建筑另外一个就是你看到下来的人他的表情愁眉苦脸并不是说哎呀我今天又挣到1天钱了，而是我今天又特别辛苦的没有办法去考虑你怎么看我或者说我的表情管理其实没有这种东西嘛。它上海这个楼还好一点呢，是在于就是说它楼与楼之间还有一点空间我记得我在北京那里就是王府井还是什么地方哇那个非常之密这个好像你连头抬起来看到那个天都比较难的这种感觉在深圳呢甚至于晚上8、9点钟地铁门口那个下班族他们都要排队进地铁。对，是的。像我漕河泾那里也是，就是真正的晚高峰是在8点半左右就是8点半你去那边，就是那条路是红的，是堵着的。反而6点半那条路就还好还没开始下班，对。但是6点半的那点时间呢，人也挺多，因为大家出来吃晚饭了，吃完晚饭要回去加班的那种。真不值得，不值得。再看一眼吧，现在天色已经慢慢暗下来了暗沉下来了。这就是
上海冬日西岸徐汇滨江，哎，你看封面已经想好了是吧？啊，叫什么？就是上海冬日徐汇滨江。小到西风瘦马，断肠人在天涯。不要这样，我们要想一个温暖一点的标题。是的，美好的上海。你到前面啊，其实它的生态还是不错的，很多那些喜欢拍照的人，前面有很多候鸟，然后我对这个不懂啊，有很多候鸟会在那边停留啊，然后他们就会拿着那种长枪短炮的在那边对着它拍。我也喜欢拍照，但那个呢，就算是装备组啊。来说好啊。ISO 100，光圈2.3。因为我看他们就是不光是一个照相机啊，他们上面会照很多罩子，显得很自然的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就防止那个鸟可以看到的。对对对，我不知道他是骗自己还是骗鸟，反正总有一个被骗到了应该。好，这个点还可以啊。好的，那我们就走到这里吧。好。好，谢谢大家。这个给大家看一个上海的景啊，拜拜，拜拜拜拜拜。